浪姐本身而言，就是各路女明星再就业的一个绝佳跳板，而初始让观众印象深刻，最重要的是来源于过往的情怀积累。王心凌是这一效应的最佳红利者，也因此在乘风2023的舞台上，观众依然能看到 ella 唱起是出道曲《恋人未满》，邱瓷炫和李彩花再造回家的诱惑的经典，以及徐怀钰确定参加时，全网对于她是下一个王心凌的期待。除了情怀女星的选择之外，浪姐每一季一般都会有一些专业能力非常强的嘉宾，这种选手的实力往往会远高于女团舞台所需要的水平。比如说这一季的龚琳娜、谢欣，一个歌唱家，一个舞蹈家，来参加节目基本就是来支教的。龚琳娜老师早年凭借神曲《忐忑》被大众所熟知，这次来参赛，在一公就惊艳全网。她和来自日本的美伊里芽合作的舞台《花海》用美轮美奂形容毫不为过，现场就有姐姐感动流泪，是被纯粹的美和艺术的魅力所打动。虽然当时现场投票惜败于竞争对手谢欣和 Amber 作为本季舞蹈实力最强的两位选手，他们强联合表演的从头也获得了第一，实至名归。对于谢欣、龚琳娜这样的大艺术家来说，他们的业务能力毋庸置疑，只要性格不作妖，情商及格，都能收获一波好感。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劣势可能是初期自带的人气不足，毕竟艺术家们平时的曝光不多。龚琳娜之前还有《忐忑》作为代表作，舞蹈相对来说就更小众了，所以他们要想让自己的收益最大化，需要在真人秀部分获得更多机会。如果本身不是综艺感很强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组 CP。这里说的组 CP 不是炒作，而是要和其他的姐姐产生关联和化学反应，这两位在这一季里都做到了。龚琳娜在花海演出前向小美袒露自己长期以来的容貌焦虑，小美共情落泪，都让人感受到了女性之间流动的细腻情感。铃芽之旅组合让全网为其摇旗呐喊。谢欣和 Amber 也产生了良好的化学反应，二人的双向奔赴与能力方面的旗鼓相当，这都帮助观众更好地记住他们，和他们产生情感链接。另一类则是综艺感格外强的，搞笑放得开，能不时做出喜感爆棚的惊人之语或惊人之举才是最重要的。同时重要的还在于自身对于舞台的重视和对观众的真诚。由于他们的专业本身也不在唱跳，因此唱跳动作上有些不完善，反而能形成一种反差感，并不会影响网友对于他们专业的评判。一口东北话的吉娜也属于这个范畴，只不过搞笑程度和邱瓷炫、蔡少芬比起来还是落了下风。当然也有极少数人可以二者兼具，相当于老天爷喂饭吃，这部分人一定会成为各档综艺追逐的对象，比如近年来频频受到综艺节目邀约的内英。内英是唱歌和性格两个长板都相当长，但她在浪姐2一公跳起舞来，也被网友评论为仿佛在指挥交通。除了这几种类型，还有一种特殊的存在，可遇不可求，代表人物就是美伊里芽。小美虽然和大部分人都语言不通，但靠着开朗的性格、甜美可爱的外表和姐姐们积极互动，可以说唱就唱，善用肢体语言传达情绪，俨然成为了大家的团宠。再加上美伊里芽本身就不俗的唱功，以及固有的圈层人群粉丝量，受欢迎水到渠成。大家看一个甜美外国人努力说中文，会产生看小动物或者小孩子的感觉，很容易心生怜爱。这种角色就像是人类中混进了一个小猫、小狗，和其他人根本不在一个维度。小美这次就让大家充分认识到了什么是岛国常说的可爱即是正义，语言上的障碍和表达不清反而会成为萌点。除了这两种能力强到可以恃才傲物、天赋异禀的艺人外，还有一种艺人在综艺节目里也很容易收获好评，那就是精英型的选手。这些人是放诸任何职场都会受到欢迎的类型，是我们普通人最想要拥有的同事或者领导。业务上，他们实力过硬，绝不会拖团队的后腿；性格方面，他们情商高，和所有人的相处融洽，也懂得如何领导团队。这一季典型的就是 ella 和 Amber， 从3公前的选人组队环节就能看出 Amber 多么的有人气。这类人因为情商高，头脑聪明，并不太会有像蔡少芬、邱瓷炫那种神来一笔式的表现，因为他们就是我们最渴望的正常人。其实 ella 年轻时也是个社交悍匪，但在浪姐里，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她成熟的一面，如何照顾敏感的吴倩，如何安抚贾静雯等团队成员的情绪，如何开解处在争议风暴里的徐怀钰。 Girl Shop Girls 在 ella 身上充分体现。这个时候再考古出她此前各种令人爆笑的综艺表现，只会让她的个人形象更加加分。美的惊人，性格又好的猪猪也可以属于这一范畴。毕竟美成猪猪那样，只要没有什么过分出格的行为，愿意参加综艺就算给大家的眼睛做慈善了。
而一定程度上，在机缘巧合之下，就与谢娜形成抱团之势的曾可妮、吴优，也可以被看作熟悉职场规则的代表之一。虽常常被一些网友吐槽靠着奈姐，但二人在节目里的镜头量和表现时刻都不少。且作为初始没有名气、业务没有绝对惊人的代表，也顺利的进入三公。受欢迎的原因容易总结，不受欢迎的原因则五花八门。目前看来，参加浪姐的女艺人中最得不偿失的代表，可能是吴倩、徐怀钰。吴倩在短短2天内经历里戏剧化的口碑反转，严格说来，导致她口碑逆转的直接导火索不是《乘风2023》，而是其后播出的另外一档综艺节目。但吴倩在2个节目中的表现对照起来看，让观众产生了违和感。参加浪姐4前，吴倩在大众眼中是被前夫破了的破碎小白花，但到了另一档综艺里则仿佛性情大变，负面印象一旦产生就很难逆转。很多人在回看吴倩在浪姐中胆怯、不自信的表现，就成了唯唯诺诺、扭捏不前，甚至已经开始替 Ella 产生了情绪负担。但观众产生这种情绪，也是因为开播前外界太想看到一个爽文叙事，就是她和张嘉倪2个离婚的姐姐斩断情丝一起搞事业，符合当下最流行的丧偶独美剧本。但这种角色不见得适合所有离婚的漂亮姐姐。吴倩所经历的风评转换也再次说明了，真人秀真正的收获不在于每一次公演的成绩，这个过程中有镜头记录，最终被放出的所有内容都可能会对艺人产生影响。这里还有一个和吴倩相反，但恰恰能形成对照的案例。因为和贾静雯的老公修杰楷说话没分寸，小考淘汰了唱跳实力明显高于她的许金韵而受到争议的陈意涵，因为在其他人吃完饭之后蹲在地上擦地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意外获得了一小波口碑反转，这大概率也不在当事人或者节目组的计划之中。另外一个直接被骂上热搜，甚至到了经纪人出面发言是徐怀钰。开播之前，徐怀钰被认为是打算重现上一季浪姐王心凌的成就，但出舞台和一公的表现打破了这种幻想。不过在3公时与龚琳娜和 Ella 同组，大家一起安慰她，帮她重新找心眼，见她越来越开朗。山海的舞台也把高光留给她，带来了很好的舞台。总的来说，吴倩和徐怀钰在来之前被寄予了太多希望，身上承担了太多设定，这些设定也不完全是他们自己营造的。比如外界对于吴倩的印象是她过往角色和在外界所看到的她在婚姻中样子的总和，当她表现得和这种想象有所出入，就容易遭到非议。现在吴倩所经历的是大家之前对她的怜惜与好感的反噬。目前在4公录制之时，吴倩退赛的消息爬上了微博热搜前列。如果真是这样，可能是面子和里子都不想要了。这对于一个还要继续塑造角色的演员来说，确实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公关危机。庆幸的是，吴倩正在热播的3分也给她挽回了一些作为演员的好感度。最新消息是因为眼睛发生视网膜周边变性而住院，因为来浪姐之前做了近视手术，剧烈运动导致眼球病变而退出比赛，也逆转了此前的口碑。还有一个同样参加了节目，没有达到适得其反，但同样备受争议的案例就是谢娜。她可能是除了吴倩、徐怀钰之外被诟病最多的人，但谢娜从业以来一直都在这种黑红之间生存着。喜欢她和不喜欢她的人的基本盘都足够庞大且坚固，一档节目对她来说不会有太多的影响。而节目亲生女舞台用力过猛等方面的争议，也会随着她在后期的舞台表现皆有反转机会。浪姐虽然把姐姐们聚在一起，长时间一起训练同吃同住，但并不能形成一个真空的气泡。姐姐们过往的履历是她们带进这个节目的东西，每个人都希望走的时候能再添上更漂亮的几笔。真人秀固然是面向公众的工作，艺人一定有表演的部分，但长期的生活训练中难免有松懈。一个人要改变自己成为另一种人是非常难的事情，与其在节目里做一个不是自己的人，不如和团队好好评估一下自己的性格特征是否适合综艺节目，这或许才是艺人在综艺节目的生存之道。